但是呢，其实再往深层一看啊，这也是一段极其硬核的清华师生传奇和完全不同于金融逻辑的一套产业逻辑。智谱的创始人唐杰啊和月之暗面的创始人杨之琳是正儿八经的清华计算机系的师生。当年杨之琳在唐杰教授的知识工程实验室里做研究，两个人甚至还是后来撑起智谱技术底座的 GLM 原始论文的共同创作者。老师走的是学院派稳扎稳打的路线，做出了中国大模型第一股；学生走的是精英派单点突破的极限操作，用更激进的迭代硬刚全球天花板。老师前脚刚用 GLM 5.2 拿下开源第一，学生后脚就把 K3 天花板又顶穿了一遍。上市公司的这个股价虽然被自家学生的新产品砸了一个深坑，但这说明的是什么呢？真正说明的是在这个赛道上，在我国根本不存在什么单一的技术垄断，我们正在全面的多点开花，在内部就完成了最高强度的达尔文的演化。从中国人工智能科学奠基人张博院士，到孙茂松教授，再到唐杰，最后到90后的杨之琳，这是整整4代科技人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血脉的传承。你看今天百川智能的王小川这个面壁智能的刘知远，以及 Minimax 的严俊杰，中国大模型创业的半壁江山全是从这个生态里长出来的。美国可以封锁芯片，可以限制算力，但没有办法把这些长在我们自己土地上的顶尖大脑给清零。算力被卡脖子，反倒倒逼我们把有限的算力榨干，把算法优化做到极致。实际上 Kimi 这次彻底导向开源，在很多人看来是有点被逼无奈的，因为我们在全球 C 端流量和渠道上确实拼不过微软和谷歌。但是如果跳出来从更长远的产业端来看，这其实是一次完美的换道超车。我们正在完成全面的定价权的重构。原本 AI 的定价权是靠闭源算力和生态惯性来绑定的，如果我们也在这个生态里想重开一桌，那就得自损800。可是现在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被隔离出来的那现在的技术垄断这个鱼塘就被我们的科技技术凿穿了水坝了。中国主导的开源模型，免费的权重，超低的部署成本，就重新构建出了一个新的生态。以前大家都觉得开源只能做中低端， K3 证明了开源不仅能做顶尖，还能在特定领域超越闭源。当全球的开发者，不管是欧洲的、东南亚的还是中东的，发现自己不需要受制于美国的保险管道和高昂的 API 定价的时候，随时能用上中国提供的稳定便宜，甚至可以本地部署的顶尖模型的时候，中国 AI 企业就从单纯的产品提供者变成了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公共品提供者，也就是权力的掌握者。这就跟我们绕开 Swift 体系构建一套平行的底层结算网是一样的。你的闭源护城河建得再高，我在旁边挖了一条免费的，那你的这个城门岂不就是形同虚设了吗？只能隔离你自己。Kimi K3 引发的全球的震动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经从跟跑者成长为并跑者，在某些细分领域甚至具备了领跑的实力。它也标志着全球 AI 格局从美国一家独大正式进入到中美双雄并立的新阶段。回望整段历程最令人感慨的不是技术参数的突破有多么的振奋人心，也不是市值的估值反复的飙升让人看不清头脑，而是我们的科技血脉的传承和这个精神内核在不断的演化。凭什么中国人就要被按在全球分工的底层当牛做马？科技上也少给我们整那个王侯将相的一套。航天我们冲出了围堵，而芯片封锁下依然埋头苦干的中国 AI 人还在不断的拼杀，黎明已在前方。中国科技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封锁挡不住人才的成长，算力限制不住创新的智慧。当然，我无意神化任何公司和产品， Kimi K3 也只是我们科技万里长征中的一步，前面还有更难的山要爬，更远的路要走。我只是腻歪了有些自媒体习惯性的拜科技洋神那一套。最伟大的英雄主义本就是属于每个时代勇担使命的普通人的。白宫的焦虑，硅谷的恐惧，资本市场的波动，甚至有人借着波动的唱衰我们的这个技术和成就这些都是中国 AI 成长路上必然会遇到的风景。外界的反应越激烈，反而就越说明我们走对了路。只要坚持自主创新，坚持开放合作，坚持人才培养，中国的 AI 就一定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贡献中国的解决方案。这个时代最大的幸运就是我们有幸见证并参与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DeepSeek 套定律 Kimi K3 到目前为止都只是这场革命的一个精彩的序章，你看懂了吗？